大家好，青岛路虎女王会的后台是习近平的情人高歌。那新华锦的高管毕金泉和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这个贪腐利益集团。在介绍高歌、新华锦高管毕金泉和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的背景之前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山东官场的派系呢。山东官场和习近平的关系有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呢，再去理解中国官场的事情青岛路虎王会的后台就容易多了。那要说中国官场的话，就必须介绍这个我拖了很久没有给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呢。这个作者叫做驴说人士大家看这个时间吧，是2005年，神奇吧？2005年就已经有人预测到了20年后，也就是现在或者是19年后现在发生的事情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人并不是穿越者，他并不知道后来20年发生的事情呢。你包括习近平终身连任但是按照他这篇文章的框架呢去分析呢，一会儿大家会看到，他当时都没有注意到李克强。2005年李克强还是个省委书记，但是他按照他的文章的框架把李克强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的。按照他这个文章的框架呢去分析，能把今天政坛所有的事情都说明白，那不说100%也是80%-90%，那就这么神奇。20年前就已经预测未来了，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因为中国政坛今天的样子呢，是在1982年12大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一大半那当年的第3梯队邓小平和陈云提拔了李鹏和胡锦涛，他们两个人还有好多其他人影响了中国政坛的走势。那江泽民和朱镕基这都是后来的，那细胞子的他当年更啥都不是了。也就是说，这个人驴说人士20年前就能预测今天要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40年前就已经把中国政坛的框架给决定下来了。也就是说，20年前他看的之前20年发生的事情，他当年总结的只是1982年到2005年的大概20多年的事情只能说他当年判断的十分的准确。因为你想想20年前你总结1982年到2005年的事情，这20年的事情那如果判断的是正确的话，那么20年后，也就是现在，我再拿2005年到2024年的发生的事情去核对他当年2005年做出的判断或者做出的预测，他的说法都完全正确。也就是说，你20年前，如果你判断这前20年的事情，1982年到2005年，20年过去了，1982年到2005年这之间发生的事情，它不会再改变了，对不对？他当年如果判断正确的话，那现在你回过头来看，他还是正确的。他文章的标题就叫做“话说山东”，他写了好几篇可能精彩的就是1-2篇。两大势力的代理人之争，这个作者所说的两大势力呢，指的是李鹏和田纪云。当时一个总理一个副总理应该是。其实李鹏和田纪云的背后，李鹏背后是陈云，田纪云背后是赵紫阳和邓小平。那我直接就把标题改得更直接一些了呢，就叫做“话说山东，邓小平、陈云两大势力的代理人之争”。你把山东说明白之后呢，你就会受到启发，就是中国任何一个正部级单位，它都不会只有一个派系。那共产党这个独裁体制呢，它不允许有这样山头存在的。中共任何一个部门都要听党中央的，对不对？所以没有团派，也没有上海帮，也没有石油帮你就说石油帮里头，所谓的石油帮它里头石油工业部和化学工业部这两个部委呢，那就分别属于两个派系也就是说，石油开采和石油加工这两个部门属于两个派系。石油工业部呢，就是开采这个部门呢，是余秋里、康世恩、胡耀邦、江泽民等他们的
派系在这个占主导。但是里面也不是全部啊，也有别的派系，但是少。那化学工业部呢，就是化学部的全国化肥工业公司的党委书记是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呢。陈云的秘书周太和的秘书呢，盛华仁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总经理。不知道这个石油化工总公司呢，后来是拆分成中石油、中石化，还是演变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这一派就是陈云派系的，也就是习近平派系的比较多啊。那团派之前我说了，历任的共青团第一书记，你只有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胡春华这几个人是邓小平、胡锦涛派系的。那后来的周强、陆浩、秦一智、贺军科、阿东，那都不是胡锦涛派系的。共青团其实没什么特殊的，就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那提拔谁当共青团第一书记，是由当时的总书记或者总理说了算的。现在那个阿东，那就是习近平提拔的呀，那和胡锦涛没有任何的关系。李鹏和田纪云背后呢，是邓小平和陈云之争。邓小平和陈云的权力斗争，再加上所谓的石油帮呢，胡耀邦和江泽民呢，是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这个全部历史呢，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三大派系。毛泽东那个时代呢，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那到了邓小平时代，他还是这三大派系，那只不过是胡耀邦和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的温和派的华国锋的政治实力。那邓小平是毛泽东时代已经有的人物啊。陈云和李鹏他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势力啊。那说一个简单的常识就行了。这个毛泽东他作为中共黑帮的创始人，那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完全消失啊。那崔健说，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泽东的像，我们都还是同一代人。那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权力之争呢，只是幻象，或者说表象，是干扰项，它会干扰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邓小平和赵紫阳就是中了陈云的离间之计呢。那后来邓小平明白过来了，3次请赵紫阳复出，那三顾茅庐嘛，3次就说明邓小平是真心的。那江湖斗也是表象，江泽民和胡锦涛斗，这都是表象，或者说干扰项，它干扰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呢，那实际都是朱镕基在挑拨离间啊。邓小平和陈云他争执不下，有了第三派的江泽民接班呢。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是争执不下，也是第三派习近平接班啊。江泽民没有指定习近平接班啊，这个我可以专门做一期给大家说一下，这是证据啊。我就先看旅说人士这篇文章吧。他说到山东呢，必说田纪云。田纪云是山东肥城人，而肥城属于泰安管辖。也就是说，如果简单的按照地理划分呢，泰安就是赵紫阳的势力范围，也就是邓小平、胡锦涛的势力范围呢。胶东呢，就是李鹏的势力范围，也就是习近平的势力范围呢。大家想一下，现在的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他为什么原来是烟台市长呢？为什么习远平的亲信在山东烟台呢？当然了，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方法是1980年代、1990年代的情况啊。那即便到了今天，习近平占了上风，在青岛也是有胡锦涛或者是江泽民的势力的，只是不多。那后面说那个青岛路虎王会这个事件呢，会提到呢。我们继续看。田纪云早年在山东从事这个所谓的革命工作呢，后来南下到贵州，再调到四川，从而成为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心腹大将。赵紫阳升任总理之后呢，1981年就调田纪云进京担任国务院的副秘书长，2年之后呢，就高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的秘书长。也就是说，田纪云是赵紫阳的大秘。大秘这个问题呢，也值得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呢。就是说，省委秘书长这个层面，大部分的省委秘书长都是省委书记的亲信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说，省委书记他不能直接提拔省委秘书长呢，但是可以运作。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既然是省委书记，那必然是总书记或者总理的亲信。省委书记虽然没有权利提拔省委秘书长，但是总书记有啊。如果省委书记刚好是
当时总书记的亲信，那这个事情就容易多了。1985年之后呢，田纪云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可谓权倾一时呢。虽然田纪云走出山东已经30余年了，却一直惦念着家乡的发展。身居高位后，更是十分关注山东的情况。对于作为故乡的泰安地区呢，更是格外照顾，经常回老家视察。他还将自己的弟弟田健呢，从贵州省调回山东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后又历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一直到1998年4月退休。那泰安当时也是另外一位副总理万里的故乡。那万里是泰安东平县人，因为这层关系呢，田纪云和万里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作为中央领导家乡的父母官，时任泰安的地委书记马忠臣呢，他是土生土长的泰安人，在这两座大山，就是指的是田纪云和万里呢的庇护之下呢，得以步步高升。是在1982年，中共的12大就成为了中央候补委员，当时是46岁呢，是山东政坛的少壮派。1985年，当时还相对落后的泰安破格彻地建市，原地委书记马忠臣成为了市委书记，原县级市泰安市委书记呢宋法堂出任地级泰安市的市长。那随后马忠臣开始在仕途上大踏步的前进。1986年任山东省政府的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副书记，同年5月升任山东省副省长、党组副书记兼省政府秘书长。那宋法堂接任了泰安的市委书记。那当时的山东省长则是中央正派的原万里的老部下李昌安。那到了1987年，中央政局突变，胡耀邦下，赵紫阳上。那此时高层的权力天平是比较倾向于赵紫阳和万里、田纪云这一边的。那田纪云大有出任下一任总理的架势。那为了配合换届的需要呢，田纪云于1987年4月急调马忠臣进京担任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但是由于有人从中作梗呢，未能到职。估计猜测就是陈云的或者是李鹏。那2个月之后呢，马忠臣又重新回到山东担任副省长，于是田纪云改调李昌安去北京担任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山东省长则由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江春云接任。那江春云是陈云派系的啊。江春云和金仁庆、张玉军在同一天嗝屁了，这都能挑日子，是不是？那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赵紫阳，都是利令智昏呐，受不了权力的诱惑。他们以为把胡耀邦搞下去了，田纪云就能当总理啊。那最后是李鹏当上了总理。1987年10月呢，在中共13大人事定案，就是陈云接替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当时中顾委应该才是中国的最高的权力机构啊。李鹏晋级政治局常委，并随后出任代总理。第2年转正呢，田纪云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并继续担任副总理。那但是只分管农业，实力大不如前啊。那从此山东的局面也迅速转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马忠臣的失势和赵之浩的突起啊。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任何一个正部级单位，就是一个省，任何一个省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部委或者正部级的国有公司啊、国企，都是中共中央权力斗争的延伸，所以不可能有上海帮啊，不可能有团派，也不可能有红二代。那中央层面换人呢，下面上海啊、共青团啊都得换人，那无非就是有个时间差，它不会完全同步啊。那赵之浩是1931年生，是山东龙口人，龙口就是烟台啊。
就是习远平那亲信孟凡利啊。1983年至1985年呢，曾经担任山东省委办公厅主任，那深得山东地方元老的赏识后下派工业大士，淄博担任市委书记。那在这山东地方元老都是有谁呢？其实没有山东地方元老，还有以前还有词儿什么广东地方元老，那任何一个省都没有地方元老啊，地方元老必然是中央有后台啊。那谁赏识了赵志浩呢？这个地方元老是谁呢？他原作者没有说呢。我查资料，大概就是杨得志、白如冰和苏毅然这3个人啊。这3位是之前的山东的前任的省委书记，那当时可能叫革委会主任或者叫第一书记，我没有查得很仔细呢。为什么这3个人应该都是周恩来派系呢？也就是习近平这个派系呢？杨得志和白如冰，他文革中没有倒台啊，这不71年、74年嘛。那文革中没有倒台的呢，大概率就是毛泽东或者是周恩来派系的，因为刘少奇或者邓小平派系文革中倒台了。而且这个白如冰和苏毅然文革中没有倒台，文革之后，苏毅然虽然是82年担任的山东省委书记，但是之前他就是文革中他就是山东的省委委员啊。他文革中没有倒台，到文革之后还没有倒台，那这就肯定就是周恩来的人啊。文革的时候没有倒台，就是毛泽东打倒邓小平、刘少奇嘛。文革之后呢，就是邓小平和陈云就打倒毛泽东的嘛。这前后都没有倒台，那肯定就是周恩来、陈云这个派系嘛。只有周恩来和陈云文革前后都没有倒台嘛。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历史不能和现在发生联系，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这里面它和现在发生的联系是什么呢？就是张幼霞他爸张宗勋啊。张宗勋当年是举报杨得志的副手袁生平，杨得志是第一书记啊，袁生平是第二书记。因此张宗勋升任了总后勤部的部长啊。那不过文革之后他就勒令退休，就赶回家去了，所以有一军人身带功啊。张幼霞他爸张宗勋就是一个二五仔，张幼霞当叛徒这是有传统的。张幼霞他爸张宗勋当年他原来就是周恩来这个派系的，他后来投靠了江青，就当上了总后勤部的部长。那现在张幼霞会不会把和他爸张宗勋一样呢，背叛了细胞的，就不好说啊。从张幼霞这个他爸张宗勋那也可以看出啊，张幼霞他爸张宗勋文革的时候没有倒台，但是文革之后就被弄下去了，就是因为他投靠了江青嘛。那这些白如冰啊、苏毅然这些能穿越文革不倒台，文革之后还前后都不倒台的人，那这肯定就是周恩来、陈云这个派系的。1981年1月，山东省7届人大1次会议召开。那所谓选举的结果是，省长是江春云，那副省长是马忠臣、马世忠、谭庆联、赵志浩、李春亭。那此时赵志浩还只是排名第4的副省长呢。到了1988年12月呢，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第5次代表大会，江春云接替已经67岁的梁不停出任省委书记。由于当时全国都在搞机构精简呢，所以副书记只设2名，分别是马忠臣和赵志浩。那赵志浩只有10个月的副省级的那个经历呢，明显是就是提拔了重用了。马忠臣呢，身为省委副书记，排名第1，常务副省长，又是2届的中央候补委员呢。那赵志浩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呢，接任省长本应该是马忠臣，但是高层呢，就是陈云或者是李鹏吧，应该为了阻止他接任，故意让江春云再兼任了一段时间的省长呢，来增加赵志浩的资历呢。梁不停也值得说一说，为什么值得说呢？当然还是因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梁不停他是胡耀邦的人，而且这个梁不停呢，他是一个证据，他证明江泽民是胡耀邦提拔的一个证据啊。梁不停
1974年2月呢，担任221厂的厂长呢。221厂就是造原子弹的工厂呢，占地面积特别大，差不多是2个上海那么大。那内部上下班通勤都是用火车。那梁不停为什么是胡耀邦的人呢？那这个是赵子阳说的。赵子阳写了一本书叫做《改革历程》呢，是2009年5月，在其中的第2版的第215页上写了这段话呢。改革历程呢，这本书呢是赵子阳的回忆录，就是2009年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赵子阳是这么说的，说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向赵子阳说过呢，山东省委书记梁不停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说我也借些理由没有同意，就是赵子阳没有同意啊，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比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魏建行，公安部的阮崇武，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的，必须有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呢。所以说这个梁不停是胡耀邦的人，这是赵子阳说的。他的说法应该是比较权威的，因为他曾经就是中共的总书记嘛，他知道中共黑帮的内幕。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是赵子阳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呀。1984年7月24日，胡耀邦视察221厂，当时已经升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梁不停陪同呢，有了这个证据佐证呢，再加上赵子阳的背书呢，赵子阳说梁不停是胡耀邦的人，这个说法就比较靠谱呢。1989年2月，马忠臣辞去了兼任的副省长，专任省委常务副书记。1989年2月，山东省7届人大2次会议召开，赵志浩正式接替了江春云，出任山东省的省长。但是作为省委副书记排在马忠臣的后面，这在全国来说都是属于少见的。我们现在也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啊，就是说赵志浩是省长，省长的排名是排名第3，在省委常委排名第3，省委的副书记反而在省长的前面啊。那在这次会议上，宋法堂等人被补选为副省长，相当于取得了一定的平衡。那至此呢，马忠臣在山东已经很难再待下去了，于是在1999年11月被分管农业的田纪云调任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那中共14大上仍然只是连任中央候补委员，直到1992年12月才有机会调任农业大省河南省当省长。马忠臣为什么有机会呢？你看这个92年12月呢，就是92南巡之后嘛，之后又苦等了5年多才升任河南省委书记。在中共15大上曾经连续担任了3届中央候补委员的马忠臣，终于当上了1届中央委员了。那马忠臣在河南可能和李长春、程维高有交集呢，我没有仔细查时间对不对得上呢。那程维高又涉及到习近平怎么上位这个核心问题呢？然后作者继续说，顺便说一句，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呢，田纪云才把自家的后生田承忠，就是田纪云的3弟田纪震的儿子呢，曾经担任湖北的副省长、湖北的人大副主任，安排在河南发展。那大家注意啊，李克强也在河南。李克强为什么去河南呢？这个作者驴说人士已经解释的清清楚楚了，因为赵子阳的亲信田纪云的亲信在河南呢。其实这篇文章写于2005年，李克强1998年就去河南了。但是当时的作者并没有提到李克强，因为李克强当时还不是总理，没有人注意到李克强。20年后我们再看这篇文章呢，就是当时的作者他虽然没有注意到李克强，但是20年前这个作者驴说人士已经把李克强为什么去河南给解释的清清楚楚呢。2005年呢，当时习近平是浙江的省委书记，李克强是辽宁的省委书记。这个作者的驴说人士呢，20年前他没有预测到未来呢，但是20年后我们回过头一看呢，20年前他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啊。20年前他已经
起码预测到李克强一半的命运了，这就是这么神奇啊。那继马忠臣之后呢，泰安系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呢，宋法堂，他的籍贯是临沂人呢，也经历了和马忠臣类似的情况，先是发展的很顺利，1989年担任山东的副省长，几年后就升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常务副省长，第15届中央候补委员，但是终究没有当上山东省的省长呢，只能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无奈之下呢，只好远走他乡，出关到最北的黑龙江省任省长、省委书记。那黑龙江和今天的政坛有什么关系呢？这彭丽媛的哈尔滨帮已经挖出来了，那其实还有这个栗战书这一部分呢，这也要深挖。栗战书和程维高啊，他俩就是决定了习近平的上位的事情啊。那青岛路虎王会的后台呢，就是习近平的情人高歌、新华锦高管毕金泉和青岛市委书记的曾赞荣。高歌和习近平是什么关系呢？高歌曾经任职呢，就是高歌吃空饷的那些公司呢，一共6个公司，每一个公司都跟习近平有关系啊。每一个公司要么是习近平家的公司，要么是朱镕基的公司，要么是朱镕基大弟子王岐山的公司啊。我们看2002年到2005年，高歌是普天系统集成的副总经理。那他的母公司就是电科集团呢，电科集团就是苟仲文原来的电子工业部，改名叫电科集团了。前些日子呢，他的副总何文忠就被抓了呢，现在苟仲文也被抓了。2006年呢，高歌就去了新华锦，新华锦就是在青岛啊，就是青岛的公司。新华锦里有个高管叫做毕金泉，他和毕景泉的名字就差了一个字。那毕景泉是朱镕基大弟子王岐山的秘书啊。这个毕金泉啊，和毕景泉还有新华锦就是青岛路虎女王会的后台。那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就是习近平的马仔，就是青岛路虎女王会的后台啊。2012年到2015年，高歌是银华基金的董事。银华基金呢，那现在的股东是西南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和东北证券3家大股东呢。山西海新实业只有0.9%的股份呢，其实之前的股份不止这么多呀。2004年，海新旗下的山西海新实业公司以5.9亿元的价格受让了民生银行1.6亿股呢。2007年上半年的牛市高点抛售，套现超过10个亿啊，估计海信也就是代持啊。那海信是从哪里接手民生银行的股份呢？是从中色股份，中色股份就涉及吴邦国啊。吴邦国的秘书陈全训呢，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会长。那中国技术梁青呢，玩的也是有色，五矿就是香港的苹果日报等黎智英曝光的，经过梁青的资本运作，五矿由国企变成了私人企业，变成朱镕基女婿自个儿家的了，所以黎智英就被抓了。中色股份这些事情呢，都是马建堂说的，他当时是中国的经贸委的综合司的司长，综合司呢就相当于大秘吧，那经贸委就是朱镕基啊。后来马建堂是青海的副省长。2013年到2015年呢，高歌是太平保险集团董事会的办公室的总经理。这个太平保险呢，就和彭丽娟的老公徐兴建那个信达保险两家是合作关系啊。2015年呢，高歌在鲁信投资担任职务。鲁信投资之前那个董事长就是孟凡利，就是现在的深圳市委书记，以前是烟台了。你看烟台、青岛不都是胶东的吗？这个孟凡利的鲁信投资和齐乔乔、徐远平就是一起做生意的。2016年7月呢，高歌又去了北京银行当董事。那北京银行的前行长严冰竹也被抓了。他是北京的北京银行嘛，就是朱镕基大弟子王岐山的部下嘛。所以看一下高歌待过的这6个公司就是这么神奇啊！电科集团习近平家的，你说是孟宏伟
一个公安部部长的老婆，她天天在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朱镕基家的公司啊，彭丽娟的公司吃空饷。这彭丽娟的公司估计就是习近平的公司啊。其实高歌和习近平的关系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民建，那全称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所谓的8个民主党派之一呢。高歌是中国民主建国会青岛市委的副主委，就是这个路虎女王会的嘛，青岛的嘛。他是全国青联委员，包括苟仲文的弟弟苟仲武，他也是民建的。青岛市委书记这个派系，我们简单提几句啊。最早俞正声他是邓小平派系的，就很早之前呢，92年、97年、1992年、1997年呢。后来呢，李群呢、王清宪、曾赞荣呢，都是习近平的马仔。只有陆志源，这个是赵乐际提拔的，胡锦涛用他的儿子胡海峰背书的。因为陆志源他现在是民政部的部长，胡海峰是民政部的副部长。那胡锦涛他当然也是个独裁者，但是现在胡锦涛他已经下台了，已经被习近平从20大会场插出去了。所以习近平派出这么多大外宣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想把这个脏水泼到陆志源身上，泼到这个胡锦涛用儿子胡海峰背书的陆志源身上，要替这个习近平的马仔曾赞荣洗地啊。好的，谢谢大家。